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：事实证明，50-60岁的女人扎发会比剪短发更显年轻。看完对比你就懂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短发就像是50-60岁女人难以摆脱的魔咒，好像到了这个年纪，如果不剪短发就会显得老气。但实际上50-60岁的女人并不只有短发这一个选择。以许晴为例，她早期的短发造型并没有很好地展现她的五官优势，但当她换成扎发后，整个人的气质立刻发生了变化，看起来更年轻，同时依然优雅。50-60女人到底适合短发还是扎发？短发对比扎发，扎发更利落清爽。到了50-60岁，一个人的外貌不再主要由脸蛋决定，而是更多的体现在精神状态上。如果一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，就会显得老态龙钟。以萨日娜的发型为例，左边的短发没有经过特别打理，很多不熟悉短发造型的人会不小心剪成这样。这种长度的头发在脖子周围摩擦，不仅不舒服，而且在热天也不会感到凉快。相比之下，右边的扎发造型把头发都梳到后面，露出整个脸庞，这样不仅看起来更整洁清爽，而且对于那些五官较小的人来说，还能让五官更突出，自然也就显得年轻一些。短发对比扎发，扎发造型多变。剪过短头发的人都清楚，一旦选定了短发样式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太改变发型。对于那些追求时尚感的人来说，这无法满足他们对发型的多样化需求。扎头发则不同，它的优点在于可以变化多端，你可以根据每天的穿着和打扮来选择不同的扎发方式，这样一来就更容易展现你的生活品味和个人风格。短发对比扎发，扎发能掩盖发色不均匀问题。在50-60岁的时候，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头发里悄悄冒出了白发，许多人不喜欢看到白头发，于是选择染发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染过的头发会出现颜色不均匀的问题，就像你看到的左边头发的颜色。还有些人选择不染，让白发自然生长，结果是黑发中夹杂着白发，看起来既不整齐也不美观，头发还显得干枯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不剪短头发，而是把头发扎起来，就可以很好地掩盖这个小问题，这样头发看起来颜色更加统一，而且头发也会显得有光泽，这无疑能提升我们的整体气质。短发对比扎发，扎发打理时间少。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剪了一次短发之后就停不下来了。他们发现自己频繁地去理发店，同时心里还担心头发会不会被剪得不好看。而且短发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节省打理的时间。以法国第一夫人的短发为例，她的发型看起来总是有点乱，就像个鸡窝头。早上起床时，她肯定也要花时间去整理。但是当她把头发扎起来时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她的发型看起来更加干净利落，显然这样也省下了不少打理的时间。50-60女人扎发享有减龄感，要注意3个细节。少选大光明发型。大光明发型是许多明星在红地毯上常用的发型。这种发型的特点是头顶光滑，没有一根头发垂在脸颊两侧。虽然这种发型可以提升个人的气质，但对于50-60岁的女人来说，它并不是修饰脸型的最好选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部会出现皱纹，肤色变得暗淡，头发也变得稀疏，甚至有脱发的风险。如果在这个年龄段选择大光明发型，会暴露发缝宽和发际线高的问题，还会让脸部看起来更大，不仅不美观，还让人显得更老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在扎头发时
应该追求蓬松感和层次感，头顶的头发不应该扎得太紧，否则会显得不自然。扎头发时可以适当放松头顶的头发，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面部的空白感。接下来，增加头发的层次感也很重要。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将头发烫成卷发，比如大妈卷或者大卷。这样的卷发不仅可以增加头发的亮感，还能让扎起的发型看起来更自然和美观，不会显得呆板。2. 刘海的运用。刘海对于发型来说很重要，特别是在人们年纪增大，脸部变宽，太阳穴凹陷时，刘海可以起到很好的修饰作用。这是很多人在变老时会遇到的问题，而在这个时候，刘海可以帮助改善面部的外观。看看图中的对比照片，左边的照片中没有刘海，额头显得很大，脸型看起来也不太好看，而右边的照片中有了刘海的遮挡，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当然，有些女人平时很注意保养，脸部线条保持得很好，五官也很精致，对于她们来说，刘海并不是必要的，甚至显得有点小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像吴彦姝奶奶那样，选择不使用刘海，露出额头反而更有魅力。对于50-60岁的女人来说，选择合适的刘海造型很重要，因为这关乎到整体的气质和形象。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应该避免选择那种看起来像是在装年轻的齐刘海，因为这样的刘海与她们成熟的气质不相匹配。相比之下，侧分刘海和3/7分刘海是更好的选择。这两种刘海可以很好地修饰太阳穴凹陷的问题，同时也不会完全遮住额头，让发型看起来更加自然和透气。对于担心脸部线条变得过于圆润的女人来说，侧分和3/7分的刘海可以有效地弱化这种感觉，让脸型看起来更精致和高级。3. 不戴廉价头饰。有时候，发饰就像一把双刃剑，它既能让你的发型看起来更精致，也有让你的整体气质大打折扣。比如，那些设计复杂、看起来廉价的头饰，不但不会让你的发型看起来更好，反而会破坏发型的优雅感。在挑选发饰时，选择简单大方的款式和颜色会更好。这样的发饰戴在头上，既不会太抢眼，又很和谐。比如那种没有任何装饰的黑色发圈，几乎是每个人的必备品。你还可以试试发簪或者丝巾，但最好选择基础色系的丝巾，这样的发饰才能真正体现出你的个人品味和气质。3. 这7款扎发发型不踩雷。1. 低丸子头扎发。对于50-60岁的女人来说，现在更建议扎低丸子头，而不是年轻时流行的高丸子扎发。低丸子头同样能带来减龄效果，而且看起来自然，不会有不协调的感觉。就像电视剧《狂飙》里的角色那样，搭配一副细边框眼镜，会给人一种很有学问的感觉。当然，有些人不喜欢在头后扎个丸子，感觉不太舒服。如果这样，可以考虑像吴越那样，简单的把头发扎低，让一缕头发自然垂在耳边。微风吹过时，这样的发型显得成熟女人更加温柔和美丽。2. 半扎发。半扎发是一种流行的发型，很多名媛都喜欢这样打扮。例如，英拉就非常适合这种发型。她温文尔雅的气质和半扎发搭配起来非常和谐，显得很有魅力。同样拥有这种气质的50-60岁的女人也可以尝试这种发型。半扎发的步骤很简单，只需要将头顶部分的头发用发圈扎起来固定住，剩下的头发可以自然地垂在脑后，或者让它披在肩膀上。至于如何修饰额头，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。3. 盘发。盘发是一种很常见的发型，操作起来也很简单。首先，你可以用一个鲨鱼夹来固定头发，这样就能快速完成一个基本的盘发。但是，
如果你想要让发型看起来更加精致和优雅，可以先将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辫，然后用一个发簪把马尾辫挽成一个丸子头的形状，最后用发簪把丸子头固定好，这样一个简单大气又百搭的盘发就完成了。无论你穿着旗袍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服装，这样的盘发都能很好的搭配，不会显得不协调。4. 侧分马尾。中年女人想要显年轻，可以尝试马尾辫。马尾辫给人一种充满活力和青春的感觉，同时还能提升我们的气质，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。与披肩长发相比，马尾辫显得更加精神饱满。改变发型实际上也是改变自己的一个方式，比如侧分的马尾辫就是一种很能减龄的发型，大多数人都能轻松驾驭。5. 花苞头。花苞头适合成熟的女人，它不仅改变了外观，还能提升气质。这种发型设计带有一种唯美的感觉。如果想要修饰脸部，可以在前额留2个中分刘海，这样脸型看起来会小一些。发型应该蓬松，这样效果会很惊艳。无论搭配什么衣服，都会显得很优雅，特别有气质。6. 高马尾。如果你的脸型很顺滑，那么高马尾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种发型能让人的视线向上移动，不仅让人看起来充满活力，还能让五官显得更加立体。不过在选择高马尾的时候，也要记得搭配上8字刘海，这样可以更好地修饰脸型，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和谐。7. 编发。中年女人可以尝试编发造型来改变一下风格。首先把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编发，这样可以让造型显得更加年轻。但是50岁以上的女人应该避免过于复杂的编发，因为这会让造型看起来太夸张，不太适合我们的气质。4. 扎发还想再上一层楼，这些方法值得收藏。1. 扬长避短的穿搭。要想让扎发造型引人注目，合适的服装搭配是关键。对于50到60岁的女人来说，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不太合适，选择一些宽松一点的款式会更加舒适，也更能遮掩身材上的小缺点。此外，适当的露出一些皮肤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比如穿上一件 V 领的上衣搭配扎发，这样不仅能让脖子看起来更长，还能让整体造型显得更轻盈。2. 配饰的加持。别小看那些小配件，有时候它们能立刻让你看起来更有气质。比如，如果你的发型很普通，没有加任何装饰，衣服颜色也偏暗，那么在衣服上别上一个米白色带有蝴蝶图案的胸针，就能立刻打破这种单调和沉闷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在挑选配饰时，也不能一味追求时尚前沿。如果把各种廉价材质、花哨设计的配饰都往身上堆，最后弄得不伦不类，反而显得土气。3. 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外形。选择合适的头发颜色很重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头发会慢慢变灰变白，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适合我们肤色的头发颜色，这样不仅能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更好，还能让我们显得更年轻，更有活力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尝试新事物，你可以选择一些流行的发色，比如酒红色或者深棕色，再搭配上时尚的发型，这样你就能在时尚感和气质上都有所提升。4. 尝试浅色系的上衣配合浅色发色。选择合适的发色和衣服颜色很重要，特别是如果你想看起来更有气质，显得年轻一些，建议你可以试试浅色的服装搭配浅色的发色。比如，你可以选择浅棕色或者白色系的头发，然后配上亮白色或者糖果色的上衣，这样搭配不仅能让肤色看起来更好，还能让你看起来更年轻。
肤色更亮。5. 专业发型师推荐发型。中年女人在挑选发型时，往往倾向于听取专业发型师的意见，毕竟自己动手剪发或尝试烫染，风险相对较高，容易出错。因此，最好参考发型师推荐的样式，这样至少能确保发型看起来不错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颜值。6. 考虑社交场合的需要，适当改变扎发类型。我们的发型选择常常会根据我们参加的活动类型而变化。举个例子，在正式的商务活动中，我们需要一个看起来比较严肃和专业的发型，比如一个简单的低马尾辫，这样的发型给人稳重的感觉，适合正式场合。而在比较轻松的聚会或者休闲时间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些不同风格的扎发，这些发型可以展现我们的个性，同时也能让我们的外观看起来更加时尚和有活力。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穿着打扮，而忽视了发型的重要性。常言道，美不美，先看头，这确实有它的道理。发型和我们的整体精神面貌紧密相连，快去尝试更多的扎发造型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